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一个直播啊。今天呢，老师又换回了我们本色的一个场景啊，哎，真是很久没看到了。另外先说一点哈，老师这边呢长了一个奇怪的青春痘哦，这个可能被金英老师气的，然后是长了一个大的青春痘，然后这边有点肿哦，眼睛看起来有点一大一小啊，那那就跟大家多多包涵一下，有点咳嗽哦，还没完全好。但是不发烧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稍微宣布一下就是我们的我们今年的2024年是一次甲辰年的五路财神补财库、纯阳补财库法会啊，将会在这个下周五啊，我们都准时收官了，因为老师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准备。那所以说呢，我们到周五啊，到晚上我们就正式的把它给截止报名。那么会在6月10号端午节当天啊，我们会准时的开始做举办啊。今年很特别啊，这个适合的日子啊，刚好跟端午节合在一起啊，所以说这就是给大家希望给大家多一点的一个加持啊。要注意，第二个就是我们师资班呢，我们已经教到了这个礼拜，我们教到了一个财运，怎么判断你有发财的运跟发财的年，怎么去看呢？啊，这个是我们这一周的一个课程。那我们目前的课程的师资班的价格是24,000元台币。那么在老师更新到第40集，今天是更新到第几集了？更新到第26集了，还是27集了？我好像26、27吧。好，我们更新到第40集的时候啊，我们会再调涨一次到36,000元。所以还没有加入的就加入。还是说一下哈，那个已经购买的哈，你不受涨价的影响。好，过去你是之前比较优惠的价格购买的，很多朋友来问，那我是涨价之后是不是要补钱进去呢？不用哈，没有那么坏，好吧？你直接买多少就是多少，说不用担心说后面要不要补价格，好，那个是没有的，好吗？就是原来的价格，你有先学习到了，那就会一次把它学习到完。好，这个毕竟老师这个不是直播课啊，是录播课，所以你可以反复的听，这个没有问题的。好，老师最近也发现最近的一个求学的意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流量耗时的量很大，所以说相信大家都有很好的学习。那如果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啊，只是会建议你使用我们的微信大课堂啊。微信大课堂啊，它的第一个平衡比较稳定，第二个呢，学习的一个模式会比较方便。那未来好，应该算是下礼拜五哦，老师最晚下礼拜五，老师会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一个生肖流年运势啊，还流月，还有各种的一些在 YouTube 上有播的课程啊，或者节目，我尽量的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因为现在在做资格的最后审查，那以后各位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收看，然后你可能不方便用 VPN 加个梯子的，那你可以直接微信打开来看啊，当然不能看到直播了啊，那个直播课能不能过去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一般生肖运势啊或之类的啊，你是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微信大课堂里面可以看到，那微信大课堂以后变成微信的小程序啊，它两边都可以通用，所以是说呢，以后在那个台湾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啊，这些同胞啊，你们看老师的节目就会方便了很多啊。现在到最后的资格审查部位了，老师已经花了非常多的努力啊，现在总算可以走到那一步了。但是我相信大概2、3天吧，这2、3个工作天呢，应该都可以把它完成。老师把影片慢慢把它搬过去啊，各位就可以不用架梯子就可以出来看了，好吗？好，但是不要要求老师把其他的主播的一个影片啊，把它搬到小程序里面哦，这是不行的哦。我们要尊重智慧财产权哦。老师这个不是来搬运用的哦，是只有我自己的节目可以搬运，我不能帮你搬运其他的，这个要先说明清楚啊。一定会有人来问可不可以搬运其他的啊，不行哦。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这个礼拜啊，其实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在于什么呢？在我们这次的 A 克法，那 A 克法这件事情啊。其实对我们的台湾现在是有影响的哦。这次终止的项目啊，高达了134项哦，这个可能有超过200项商品啊，都会被我们的一个法里面去除名的。但是这个数量到底算多还是不多呢？实际上啊，我们 A 克法的项目啊，全部加起来也不过567项，等于是说加上这一次被终止的项目以内，大概会超过半数啊，都会被终止了。这个后果到底严不严重呢？这个其实在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船产啊，或是其他的厂商可能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是在国台办他们是说明，都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我们新任的伟大总统，我们的党的领导人啊，我们赖清德总统来去他的一个就职演说啊。对于我们的中国大陆啊，他可能不是很认同，所以是说呢，他就实行了我们第一个就是环岛军演啊，接下来第一个实行的就是 A 克法的一个撤除啊，慢慢的去终止。那所以说呢，他希望用这个方法来去怎么样，当做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惩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对台湾有没有影响呢？它的影响将来还是
不能说太小了。为什么？因为它实际的影响啊是已经高达了什么？高达了大概台币啊，会每一年啊大概会影响出口额大概3180亿台币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啊，对我们的一个出口啊，其实基本上已经受了很大影响。也等于是说，后面有人说，那会不会继续的给你切香肠，然后让你的这个一个法，那完完全全的是说当成他们的一个筹码？其实各位担心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 A 克法出口金额到这一次在6月以后被终止的项目加进去之后，那它出口项目已经达到我们过去 A 克法时间里面的80%。就是他再怎么去使用一个反当武器，其实没意义的，因为80%都已经被除名了，剩下2%你影响不多。那这80%里面呢，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完蛋了？其实也不一定啊。有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它包含了机具类的、油脂类的，或是一些原物料产业的、工具类的东西啊，受到影响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啊，这个东西在过渡期间呢，或许啦，老师这猜测了，好不好？老师去或许在这个地方去得到一些消息啊，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人哦，我们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大人，然后他可能会对这些的厂商啊会进行的暂时的补贴，这个是小道消息，但是会不会成功，老师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个整体的事情啊，也第二方面也不是说会足以会让台湾完全完蛋的。为什么？因为实际上 A 克法它是一个。它是应该怎么讲呢？它是一个算是 FTA 的一个变体，就是两岸之间专属用的类似 FTA 的东西。但是说它 FTA，它又不是 FTA，为什么？因为基本上那个法是单纯的对台湾让利。所谓的 FTA 啊，是说我们两边都有互惠啊，就像我们的 WTO 一样，它是必须要基于互惠的原则，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对你让我，我就让你，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做生意，不是很好吗？但是 A 克法不是，我们东西可以卖到大陆对岸去，但是大陆对岸东西是不能够卖到台湾来的东西，是绝大部分的，就包含了你要吃个螺蛳粉啊，你都可以冠上一个被卖台的一个称号。或者是说你想吃一个什么魔芋爽，都觉得你是怎么样，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东西。包含我们台湾的有很多的一些教育单位啊、学校啊，要买一些礼品送给小朋友，它都上面只要有简体字，那开玩笑，你就要被检讨。为什么？你一定是通敌卖台。很多状况其实各位想象不到的，在台湾内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杂音。我们可能在一些平台上购买这些由大陆生产的东西过来，觉得很正常，但是很多地方啊。包含的就是说，有一些说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在一些教育环境里面呢，有些老师是怎么样的？你只要去讲到比如是说一些可能在对岸用的一些用词，比如说估计啊，之前不是有讲吗？你讲什么估计，你就是什么样，你就大陆用语，赶快给你打个大叉叉。这个事情就变成单方面的让利，但是我们对岸并没有友善的回应。那当然有朋友跟老师讲说，老师你这样讲不对，这个大陆啊每天拿这个几千发的火箭对着我们怎么对他友善呢？老师只能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拿他自己的武器对着其他国家，因为这叫做国防，你知道吗？你没有武器对就算了，你有武器，你一定是指着别人的。美国难道不指着俄罗斯，不指着中国大陆吗？也是指着。所以说，武器本来就是指着你的假想敌，这是正常的。那所以他指向我们，那我们也没对他好啊，那也是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 A 克法这个东西啊，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变体的 FTA，就是我们东西可以卖过去，他们不能卖过来。但是这个东西只要被终止了之后，我们东西可不可以卖过去？是可以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还是可以卖过去，只是它会加征关税。A 克法过去是什么？我们卖过去，它可以我们有极低的甚至免税的状况，让我们台湾的制品可以倾销到大陆去。这个东西啊，你在美国啊，他一定跟你翻脸，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个反倾销托拉斯的法案，就是我们可以卖过去，然后他没有得到我们的任何的好处。所以说，其实，在实际上来讲，我们东西只要品质够好，卖过去那还是可以的，只是你必须加征关税。那你少了这些关税，那么当然我们的价格在他们当地是不是就有竞争力？所以这个东西啊，很多人是有些把它过于魔鬼化，就是说台湾只要加征了关税啊，然后我们东西都卖不出去，卖不到对岸去。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有一点点是不是缺乏一些抵抗力了呢？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就像我们台湾有没有自己的国产车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对国产车非常的慈悲啊，不要讲某龙了，对不对？太慈悲了，慈悲到什么地步呢？任何的汽车卖到我们台湾来都要加征极高的关税。我们在台湾看到什么宾士啊，或者是那个 BMW 啊，
哦，这些车子在国外是便宜很多的，台湾增加的关税是非常非常高的，它也是一种关税壁垒来保护我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但是保护了之后，我们的汽车产业做出什么样傲人的成绩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啦。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愿意去买那个 L 牌的车，可能有可能没有，这我不知道。我个人开过这个 L 牌的车，我个人感觉还不错。但是呢，经过老师的同学或者朋友去买过开过的，他就说这个漏油是常态啊，就是引擎上面漏油是常态。但是它的内装真的是豪华哦，但是只是它卖不出去，没有价格。那你好好修，你还是可以边修边开，也是可以开个十几年了。反正边修边开嘛，车子不都这样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就是说，包含我们的一些传产的一些基层，比如说锂电池啊，或者是机械五金啊，哦，有些人就说这可能会关厂或是倒闭，那会冲击到我们国家国内的一些中华民国国内的一些就业，会不会有？它一定是会有，它一定是会有，但是它的所有的一个项目，并不是真的是说它表定的就是占了这个3180亿这么高的额度，实际上哈、它大概会减少的，大概还是大概只有30多亿到40多亿之间。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知道，它不是禁止我们卖过去。它如果真的要针对台湾，就很简单，就是你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让你过来，完完全全封死这个两岸的一些贸易的管道。但是它并没有，它只是怎么样，只是不给你免关税。那个法去除掉，其实就只是没有免关，这就是没有那个免关税了，还是给你课点税。那他对别人课多少，就对你是课多少。那大家回到一个公平贸易之间，这个其实你说它对或不对啊，这个就很难去理解，就是在于是说政治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什么它真正的反应有没有很大？其实这个是有限的啊，毕竟我们当时说过嘛，那个法开了，大家男人都要去黑龙江嘛，对不对？这个过了十几年，老师也没去黑龙江，因为太冷了，我很怕冷，所以我觉得黑龙江可能不适合我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吧。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 A 克法基本上它是一个警告意味，就是说你对我不好，所以说我也开始要对你不好。其实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哦，就是一个虚晃，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对台湾它有没有实质的影响？它是有实质影响，但是这些实质影响，这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范围之内，按照我们国家就去课征一些，比如说一些囤房税啊等等之类的东西，是可以补回来去补贴这一些的一些中小企业。如果政府要这么做的话，那当然是可以。但是问题是，它制造出这么多的一些细琐的一些那个什么各方面的影响啊，其实我们就看它的醉翁之意是不是在酒。比如说，怎么简单来讲是什么呢？这个中国大陆的防长啊，他就有说过一件事，在最近这2天的时间，他在说啊，合同的前景正在消失。我们知道这个邓小平啊，基本上他的态度就是以合同方法来去进行。基本上啊，其实老师回头看邓小平他的一个策略啊，基本上他就是不想统，因为反正他的任内做不了，对不对？那你未来事情交给儿孙去做。所以邓小平在那个时候啊，他的合同意思是什么？我没有放弃你，所以说我未来会统，但是我可能以合同的方法进行，因为毕竟在邓小平时候啊，中国的军力啊，你打陆战是可以的啊，比如说韩战啊、产约战争这些，或是中印战争这些东西是可以的啊，你可能可以打得赢的，毕竟那个拿一个小米枪还是很威猛的。但是打到海战这个东西啊，就不是你威不威猛的问题了，就像什么大清朝的甲午海战，对不对？你总不能拿个大刀去砍鬼子吧，对不对？不行嘛。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必须怎么样呢？你就必须透过一个很精良的一些船坚炮利，你才能够去打海战。但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之间呢、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实力，所以他只要一出海，大概就到海底去了哈，就不用到海里，到海峡中线了。你到海底去可能比较快一点。所以说你要不要统，你其实不是他们的国策的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没有这个实力的问题。但是现在不是，你看中国已经出现第3艘航母了，啊，那个福建舰，哦，它已经出现第3艘航母了。而在这一次的状况之下，它已经开始在做实测，开始做运行了。所以它未来有没有可能第4、第5艘航母，它有没有可能一次出双胞胎？所以老师觉得这个状况可能是很高的，因为他在做第1艘跟第2艘跟第3艘之间，它的时间间隔是越来越短。如果今天上次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前年底的时候，他有说什么3胎，对不对？3胎化代表暗示那个福建舰要开始下水做实测了。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什么一炮双响，一次来2艘航母？
当中国有5艘航母的时候，它基本上它整个亚洲都是它的后院，它没有所谓在害怕什么海战上的问题。那个时候美国应该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半个世界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手伸到亚细亚这个地方来。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包含了前天的时间呢，大陆海警船也直接在5月31号的时候啊，它直接海警船哦，它并不是什么舰队哦，就是海警船直接开过我们的海峡中线，而且它也不藏着掖着，它直接去现身高雄外海。而且他也不是来偷偷侦查打一个伏击的，他直接打开了船舶识别系统 AIS， 直接告诉你我就在这，有本事你来打我。但海警船的吨位是比较小的，那所以说你真的是要去弄它也蛮难的。它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宣誓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边了。你所谓的海峡中线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共识啊，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就是我们这边说了算，我想怎么做就是怎么去做。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就很多的一些姿态，他正在去做。你说他有没有完实的？说真正有一些比较大的打击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此时此刻看到的是没有。但是呢，他的一些动作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国台办他说你现在的台湾政府啊，就是坚持了台独，哦，是大陆不得不进一步对 A 克法部分产品开始限缩的原因。那么这个东西啊，它未来也可能把它全断了，全断只是把后面的40%也把它断掉。所以说是这一次跟上一次所终止的项目是严重过我们未来剩下20%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也会影响说未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由党所领导的伟大中华民国是不是能够顺利 CPTPP 的一个可能性，那事实上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2024年的防卫白皮书里面它里面有说到国际社会的怎么样，整体的忧虑是已经增加许多了。那对于两岸的军事平衡它维持了什么？急速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来倾斜，作为日本防卫白皮书的一个结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现在两岸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国军是足以在海战上跟我们中国中华人民解放军是一别雌雄的，打起来谁赢谁输那还很难说嘞，对不对？想当初我们这个什么8·2战炮战，那个万恶的共产党就没办法过我们的雷池一线，对不对？但是呢，这现在的问题就不是这样的，由日本那边所评估出来了，就是你整个天秤已经开始急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然后这个势力会往这个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去倾斜。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两岸问题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不是中国是做了什么而已，而是别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值，也包含了美国智库他就认为是说，在这次的这2次我们所看到的大概是前2年跟今年，这共军他在超越的时候这个在我们的台湾跟对岸在两个中国之间就差异了很大就什么呢？包含演习大小的位置以及它所展现出来的实力都会差了很多，而且包含了什么呢？包含很多的一些范围它都已经慢慢的往台湾这边来东进就开始慢慢朝台湾东进来做更多的一个包围网这个事情是值得去什么？值得去我们要去怎么这个做什么呢？应该是要去谨慎小心、居安思危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现在台湾好像都在关心，这上一周都在关心那个立法院那个一些打架的事件，我也觉得很好笑。现在是你烦恼内乱的时候吗？对不对？现在是你该烦恼内乱的时候嘛？人家敌人打到家门口了，然后你再跟我讲说你再去那边抗议，而且那所谓的青鸟行动，老师在这边公开讲，那简直都是混蛋王八蛋。为什么？因为我很明白告诉你，他在哪里去举办那些造势晚会，那是在台大的儿童医院，而且是重症病房的旁边，你去放你的电音派对，你去在那边鼓吹你的民主思想，那你那些小孩他要重症了，你要让他怎么去休息？然后有人去反映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在儿童医院旁边去放这种电音，放这种集会到争吵杂的？他们是说，我们晚上10点就休息了。我就想问你生病的时候，你只有晚上10点以后才休息吗？而且旁边是儿童。那是儿童，他们跟你的所有的你们的民主诉求是毫无相关的。他为他们自己的病魔在奋战，你为你的什么9万奋战吗？还是24万奋战？这是完全是可恶的事情。所以那个青鸟行动，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我们应该去鄙视他。我公开讲都不怕，因为你去危害到小孩，你就该死。我相信这个是可以经得起全中华人民中华民国人民的一个去见证的一个事情，好吗？
而在这个两岸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包含了什么？包含在菲律宾啊，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台海跟南海嘛？那菲律宾怎么看两岸冲突呢？这个在菲律宾的民调里面就显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85%的菲律宾人去认为两岸之间这个菲律宾应该不要去介入这个两岸的问题，85%人觉得这不关我们的事情，你不要去掺和这件事情。只有10%的菲律宾人认为是说，我们要跟台湾人站在一起，我们要支持他怎么样去做一个跟中共的一个对抗。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奇怪。其实我们应该支持我们的人一起联合我们的主要敌人，联合我们的一个周边的一个同样状况的人去对抗我们的主要点，不是应该吗？但是不是啊？那就是别人也不支持我们。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像南海里面，比如说包含了中国这个它的海警船它伴随另外一艘巡逻船也是出现在黄岩岛附近，所以说现在南海这个地方它的冲突也是升温的。所以说虽然菲律宾不支持我们中华民国，但是呢，它还是怎么样呢？它还是怎么样？放话说这个状况，这个孰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说呢，这个菲律宾已经跟中国在开战红线。那这个能不能达到的事情呢？当然，我觉得啦，这个老师个人认为这个小马可是他是不是该讲这个话？他是应该要讲这个话的。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分的土地是多余的，所以说他为他自己的国家，为他自己人民去说就要去跟中国大陆挑战。我觉得这个虽然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他是做他对的事情。虽然有些人认为是说，那你只是呼应美国嘛，那呼应就呼应，毕竟黄岩岛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嘛，对不对？但黄岩岛到底是谁的呢？当然是地球的啦，是不是？黄岩岛只属于黄岩岛自己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菲律宾的问题、南海问题，它虽然不会说立刻解决，但是呢，其实他也不想去沾染到其他地方，也就是他跟乌克兰、跟中东的战事不一样，他一点都不希望自己的一些矛盾扩大到其他地方，因为当你矛盾一扩大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抽身的状态。所以说也包含了什么呢？这个菲律宾他也进去了黄岩岛，但是呢，他的好朋友美国他也是怎么样，航母也开始撤退了。包含了当时是什么呢？在黄岩岛附近巡弋的那个美国的航母罗斯福号，他也在菲律宾进入黄岩岛的前一天他也直接的撤退，说菲律宾进去，然后中国进去，然后菲律宾离开，然后美国也离开了。当然不离开了，这个状况实在是有一点点怎么讲，有一点点是很尴尬的状态。意思是什么呢？大家中国、美国或者菲律宾都没有人想把事情闹大，但是事情就得摆在那边。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土之争这个国土又包含了你经济海域的问题。说这个事情即使是越南相信也不会很轻易的是说因为你中国强大，你有钱了我就服你。相信这个事情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现在在两岸地区的地方就变得非常的一个矛盾。矛盾点就是在于亚洲的问题，没有人想介入台海，但是台湾人却以为我们可以去，无论是联合日本，然后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或是韩国，或是菲律宾，事实上没有人想跟我们有关系，是吧？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几乎到目前为止，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状态。台湾不单独的部分是没有状态，我们能够唯一走的是什么呢？唯一走的是台独。我觉得这个路是非常好。有些事情怎么样？你要把事情做到底，它才会有结果嘛，对不对？而这是老师个人的看法，各位怎么看跟每个人看法。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中日韩他们也开始举办了峰会，然后在6月多的时候，他们开始举行了峰会。这个峰会主要是谈什么呢？主要是他们这个中日韩三方，他们要加速的去谈怎么样彼此之间的 FTA。这个时候也非常有趣了。两岸问题我们看到它最近已经开始非常的矛盾，非常有变化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明知道我们已经被围倒了，或者是说你们之前讲过了我们的安倍大神也讲过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已经被围倒了，或者说 ECFA 已经开始被终止的状况之下，中日韩要开始进行了 FTA 谈判，意思就是什么呢？中日韩他们三方之间，尤其是日本跟韩国，要加大了对中国的一个 FTA 谈判，也就是自由贸易这贸易里面当然就是说我跟你之间有个互惠协定，那彼此之间免关税，达到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个彼此之间的货账齐流，有可能是日本对中国一个 FTA， 然后中国跟韩国一个 FTA， 但是日本跟韩国能不能谈 FTA 呢？这个他可能会谈但是这个可能就不是3个国家共享的 FTA， 就是单国之间的 FTA， 然后就单向的。就是中国对日本中国对韩国，那这个东西当然是日本跟韩国目前急需的，因为这2个国家现在像我们上周有讲到，还有过去一直都讲到，日本韩国现在的一个经济情势在未来是非常严峻的，它会呈现一个下坠的一个模式，
去进行。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变成是说，我们现在陷入危机了，但是我们身边并不会有盟友，也不会有相关跟我们休戚与共的战友，甚至连愿意支持我们的人，可能都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世界局势不好，大家一定是怎么样？入门各之美，谁肯相为也？就是自己先顾好自己的，我怎么会去管你瓦上霜的问题呢？对不对？一定是自扫门前雪嘛。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都必须为自己的百姓所负责。各位同意这件事吗？每一个国家领导人，他不可能为其他国家的人所负责，他一定为自己的百姓、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做出来最自私的决定。这个样子领导人，我们当然要支持他。为什么？因为他为了他自己国家跟百姓好嘛，对不对？这个是很事实。至于说，比如说我们要关心其他国家的战事，这是人道主义啊，这个是我们百姓的事情，是学生的事情是一些社会贤达的事情，那跟国家的角度又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在不同角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事情也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就在我们的一个师生班课程里面所以我一直不断的跟各位提这件事情。当你不同的位置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问题，那不同的问题我们就只能单一的问题去解决，而不是通盘的问题去看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永远解不开你所有的问题。好，这样各位会去了解老师的意思。所以说两岸问题它并不是只有 ECFA 的问题，而是说整个外部环境我们几乎没有找到可以帮助我们的人。那这个问题是绝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好吗？好，来看各位，不好意思看看有什么问题好的，好像没什么问题夏天可以去黑龙江夏天兴安岭还不错，我可以去考了。好，那刚才没什么问题，好吧，我们继续下去，我们继续努力。各位有没有看到有没有 lake 季老师，你看一下我这个画面有没有正常季老师现在坐我旁边他在忙他自己的周报的事情，他应该播上去了。季老师，你周报上去了没？你周报上去了没？还没有，再等一下。因为这他的节目可能太长，那个转档很慢。加油，继续努力。好，没有那我们继续下去我们的下面一个专题所以在刚刚各位朋友提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这个韩国的意思韩国它的一个状况就蛮有趣的。我们金小胖还放出了很多升空的气球，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掩盖他自己的不满，因为他的卫星升空2分钟之后就爆炸了，对不对？变成一个大型的炮仗。这个东西对北韩来讲，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遣绝了，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了。这个应该是还蛮难堪的一个地步。不过其实按照金小胖的一个做事的风格他应该还不至于像他的爸爸或者他的爷爷这样比较走残暴路线其实从他的一个做事模式来看他其实因为受过美国的教育，所以他还是有一些周旋的余地所以他用人方面其实是蛮有特色的。不然你看他其实一个真的是一个胖小子，很年轻人，他就上位，然后到现在他还没被暗杀，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手腕在，他有一个实力在。那当然，他因为他的一个卫星爆炸，说他最近也放出很多空飘气球飘到南韩境内，是怎么呢？据说里面放了翔，也就是所谓的米田共进去。这个东西实在令人觉得是蛮有特色的，你知道吗？我也尽量说不要一直笑这个蛮有特色的东西，就是你装在一大堆的翔然后一堆米田共，然后飞在天空上。然后呢，逼着南韩的一些他们自然单位说，千万不要把它打下来，让它飘过去，不然你天降黄金天降祥瑞听到这个祥瑞的话，那个状况就很大的影响了那个就很不好了。但是这个也是可以知道是说呢，其实韩国他也是不甘寂寞，他希望去突破亚洲是他没有位置的状况，因为大家现在只是忌惮他自己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对亚洲的控制能力或是他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包含他也没有实际说，我这里有很大的核弹了，自此开始我是一个有核武的国家，但他没有这么讲他只是展示出来他好像有核弹的飞弹，但是洲际飞弹，但是实际上呢，它到底有没有？那其实我们还是抱持了一个问号，因为它并不是非常实际说有。比如说像以色列嘛，以色列它到底有没有核武他说他没有，或者他不去讲这件事情，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有，对不对？比如说像法国，他一定有核武，因为他就说我是核武国家，因为他们核电非常，核能的一些设施工业也是非常强大的。像中国很多的一些核电厂建设也是需要法国的技术法国的一些资源来帮助中国来建核电厂。说这个东西有些事情就是有些可以摆在台面上，有些你是不可以摆到台面上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也常常去放出一些侦察机跟电战机到处去收取一些情资。但是其实我们要看美国这一次的一个大选那我们后面会谈到，其实是一个非常
对历史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我们也知道中华历史上啊，在一个王朝末年的时候啊，都会有人民起义，无论是川陕白莲教啦，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那个五斗米教啊，黄天乙死啊，那个什么黄金当立啊，对不对？以前的黄金贼，是不是？所以很多状况都是在末世的时候啊，那个百姓开始躁动不安。那所以说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美国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问题。而我们从亚洲回来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什么呢？这个陆版呢，它就研发了一些什么？研发了他们的一个晶片的问题啊，其实是现在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在前年底吧，我们谈过，这中国它已经开始研发出来他们所谓的7奈米的这样子的一个晶片啊，中国叫芯片，我们叫晶片。好，那这个状况之下，老师说，在中国如果进入5奈米啊，可能需要2、3年时间可以进入5奈米，然后之后可能有办法往3奈米过去。大概2、3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中国它不是2、3年的时间，它就进入到5奈米，而是在去年的时候，华为的手机里面就出现了5奈米的一个晶片。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现在就发现，中国它对于5奈米的状况，基本上都已经开始似乎啊，这个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现在第二季结束，第3季的状况之下，5奈米似乎都已经可以开始量产。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中国的一个晶片的飞扬速度啊，是远超于我们外部人所能够想象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传出来就是什么，中国不但攻克了5奈米，甚至呢，他们用 DUV 就可以开始要准备进攻3奈米的状态。这个事情，如果5奈米跟3奈米你只相差到1年甚至1年不到的状况，它就有这方面的一个突破。这件事情啊，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是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但是你要说它意外，也不是非常意外，因为它并不是透过了什么 EUV 那种极紫外光去做，它是用 DUV 是不断去照，你一个不行，我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我随便转，转到后来他把这个事情能够达成。但是问题就是说，有人在怀疑，就是说你就算用这个方法去做，你的成本是不是很高？成本高就是对你来说是划不来的。其实这个想法就是有一点点不太合适的。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来说啊，它能够做出来，跟它要花多少资源那是两回事。因为我只要能够做出来，那么我必然能够熟能生巧，我必然能够突破这个成本跟良率上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中国的确如我们2年前所预测的2年前我们看到中国有包含了旱灾，所以说水灾之后又有旱灾，该下雨的不下雨，然后不该下雨的地方淹大水。所以在过去啊，我们说，它这个电能之间，它一定会收到这样子的警讯，所以说它未来一定会非常努力去盖核电厂。那果不其然，它今年盖核电厂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不过老师因为时间问题，我还没办法跟各位去报告它实际增加多少核电厂。但的确，它跟中国里面跟法国之间的合资啊，在各地开始组建了各种中小型的核电厂，而不是大型的中小型的核电厂。那这个状况其实对于它未来对于晶圆产业，也就这些晶片的产业啊，它所要耗能，它就非常很好的一些备源。为什么？因为这些产业它都必须要达到高耗电的一个状态，毕竟它是重复曝光，一直不断的照嘛，你所耗的电能是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对台湾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比如说现在6月份我们夏季电价，对不对？有些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超过2000度以上的一个算是家用电了。你知道那是多少吗？你如果不是数位电表，你是一般跑那个电盘的，2000度以上，你一度电是8元台币，8块多台币，对不对？1000度以上那是5块多台币。好，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民用电都这么高了，那对于工业用电你是会更高。说这个工业用电的电价也会调高的状况之下，你对台湾的各项工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还有一些重五金的，比如冶炼产业，那总不能烧柴吧？所以他们一定是用电去融化这些五金啊、器械、原物料啊。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些钢坯熔成那些做成盘圆，然后做成一些五金器械，这些都是需要高耗能的一个电力。所以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其实如果你夏季电价都可以调这么高了，百姓都觉得不堪其重，你国内通膨都要起来的。那国内通膨起来，那你要去附带就是什么？附带就是你这些工厂里面的高科技人员或是这些作业员，你的薪水是不是就要调涨？因为你不调涨，那别人过不下去，那你是不是招不到人？对不对？你也没有这些诱因可以吸引他们来为你卖命。因为台湾现在最强的，除了技术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肝，我们的肝是比较廉价的，所以说。同样对日本来讲，他们的肝对于他们自己也很廉价，那对于台资企业来讲，那它就很金贵。所以日本的工程师也不会为日积电去加班，
那美积电更不用讲了，对不对？他差没有给你抗议，没有给你罢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三班制、三班倒根本就不人性化，怎么可以三班制、三班倒呢？对不对？这完全是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民族性，谁对谁错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只能知道，台湾现在的优势跟过去在30年前台湾在中小企业发展的年代是一样的，我们使用的还是我们低廉的劳动力。但是我们低廉的劳动力啊，却跟中国不一样，就是说，中国虽然它的劳动力也不贵，但是人家的能源是可以供应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基础建设，他们各方面的一些准备，那是比台湾还要来的足了。所以说，现在中国已经要升全球第2大纯晶圆的代工厂，这其实是不难的一个事情。好，这个是不难的一个事情，它一直不断的，一直怎么样呢？一直不断的成长。比如说，包含中芯国际，它在2024年的第一届财报，它的营收就破了17.5亿美元，它比去年同期的14.62亿美元，它年增幅高达19.7%。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联电营收的17.1亿美元，以及格罗方德的营收的15.49亿美元，它简直是已经是全球第2大晶圆代工厂，这个只有在中芯国际这一块。那么还有其他的晶圆厂呢？因为中国不是只有一家，他们开放内卷，然后内卷就是说中央会补贴，但是谁能够出头就算谁的。所以说中国有宁德时代，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一个锂电池的一个公司，他们还是一直不断的卷起来。内卷这是一个中国特色吧？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策就是大家拼命的内卷，你卷我卷你，百卷不厌。而这个东西呢，这个中芯国际今年会为华为去生产5奈米的晶片，而且呢，它也直接去被那个美国科技媒体所披露，就是说，中芯国际今年对华为所生产的这个5奈米晶片呢，它不需要使用荷兰的艾斯摩尔所制造的 EUV 的曝光机，所以说呢，这个是很厉害的东西，也包含了中国大陆他们也生产出来一个超高速的光电晶片。它是有望去超越辉达，但是现在这个还没商用这个只是传出来，就是说它有研发出超高速的光电晶片，可以超越辉达，就是 NVIDIA 的那个董事长黄仁勋啊，现在正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做一个直播很多人都去听了，而且老师今天人数也变少，可能很多人都去听了，包括金宇老师他也在听这个是世界趋势，去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差别在哪里呢？这个超高速的光电晶片呢，它的算力就提高了到了3000倍。效能可以达到了4000万倍，400万倍这个差可以差很多，达到400万倍。所以说它整个的科技发展它一直在不断的不能说是弯道超车，而是它的直线加速的速度是很快的。弯道超车就是说你可能省略了过去的一些研发的途径但是其实事实上这个不能叫弯道超车，它叫直线加速，因为大家同一个赛道上面你不给我资源，那么我只能够加足马力用力踩下去来超越你。所以说我们之前在2-3年前说过了，中国的一个大学生他毕业的人数每一年超过1000万人的大学生在进入在这个市场上面，其中你只要1/1000的人是天才，1/1000万中选一人中之龙，只要1/1000的你一年多1000个各行各业的天才。1/1000各行各业出一个1/1000的天才，在台湾难不难？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就几十万个，你涨1/1000那就几十个，对不对？几十个就不多了，但是人家至少就1000个，那今年就要突破1100万个。说大学失业率重不重？重，但是对天才来讲，他当然还是有路走嘛，因为他是天才嘛，天才到哪里都是有路走的。有些时候念书就是这样了，天才就是怎么样，不用努力就是可以考很好，因为他是天才。那我们这种笨蛋的话呢，努力你可能念不是很好。只能来勤能补拙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并不是什么，它并不是所谓的弯道超车，而是直线加速。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也包含了中美贸易里面美国当然也是觉得中国这样子你很不地道，你超那么快，要我们怎么活，对不对？大家慢吞吞的过生活，享受人生，松弛一点不是很好吗？你跑那么快，我们都松弛不了，我们都很紧张，我们都要紧绷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前2周有说过这个对中国大陆进口的一个电动车它要提高关税至25%。当然这件事情中国已经在严厉反制的策略，这跟我们过去所预测的还是蛮一致的。而这个东西我们也看到是说，华为它往3奈米去前进它几乎都可以说呢，它要去完全的去排除在对艾斯摩尔它的一个 EUV 的一个仰赖。所以说呢 ，DUV 设备它也开始去想办法来自己去做这个 DUV 的设备，因为 DUV 跟 EUV它这个技术到底有
多大的这鸿沟啊！这个老师不是理科哦，我妥妥的文科生，毕竟我算命的嘛，对不对？妥妥的文科生，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只能是说呢，它这个东西啊，它在3月做攻克5奈米，未来到3奈米，甚至到了2奈米或1奈米，甚至1.5奈米啊，这个东西可能就只有时间上问题了。当中国一旦突破到3奈米的时候，这个台湾的一个优势就越来越少。所以说呢，很多人说，中国拿下台湾，至少我们还想一定是想捞我们台积电嘛，对不对？但如果他现在已经可以到5奈米了，他打下台湾，对他来讲，台积电都不是首要重要的事，有可以很好，没有也没差。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你的光刻机，他也不需要是说你一定要去教他什么技术，因为5奈米的人你要进到3奈米，那这个东西它是有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再达成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现在在英特尔他们就在德国的马德堡哦，他们就是准备去力拼什么呢？力拼呢，他们要去做1.4奈米跟1奈米的制程晶片的发展。那这个事情有没有难度？对于德国来讲，它还是有难度。英特尔虽然在德国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它难度还是很高。难在哪里？不是在于是欧美没有人才，欧美人才多，人才济济，这多了去了，那也不用担心。问题还是在于德国它并没有就摆脱乌俄之战的泥沼，所以说它的电力、它的电费损耗这么大，他们会受不了。所以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在于你的能源来源有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谈这些事情，各位可能会觉得老师为什么一天到晚去注意这俄罗斯跟中国他们能源，还有伊朗对能源、中国能源是问题？因为这个就是生命线。至少我没有在足够的核能发电状况之下，我的光电可能也没有提供这么多的一个效率。因为虽然中国的光电很强，它也有所谓的光电田，把沙漠变成田，然后顺便呢也可以让它去做光伏板。这个可以改变他们当地开始逐渐沙化的一个环境，但是也是一样，你不能够所有事都靠这些东西，那一定要靠一些石化燃料。这些东西德国可以很轻易的取得，但是必须制裁它的一个源头，也就是俄罗斯。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取得能源的一个成本太高，高到是说你做这些研发的时候，你一样会面临到高工资以及高耗能的问题。这个事情对中国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人家在比如说弯道超车了，人家直速超车的时候啊，他加的油就比你便宜，会懂老师意思吗？同样赛车在赛道上跑步，对，在赛车，你加的油就是比我的贵，那么我是加的比你更多油，那么是不是我的续航力比你高？那这个就是一定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也包含三星，它也想拼到2奈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况呢，有没有办法去达到呢？其实还是尽量是可以，而北京他也是认为是说，那个美国你去课征我25%的关税，说未来啊，目前所得到的第一这个消息啊，就是它不是很确定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北京也要去调高什么欧美汽车的关税，也是达到25%。那这件事情对欧洲觉得干我屁事啊，对不对？欧洲就是说我没有对你怎么样，你干嘛对我怎么样？我只是嘴巴对你不好，这身体我还是很老实的。对你不好只有美国，你干嘛同时去调到欧美的车业都要进口达到25%？因为包含了宾士、BMW 或者是一些菲亚特等等之类的这些汽车，你都会受到影响。那这对于欧美现在已经被追赶过去的汽车产业来讲，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日本跟韩国也有出产汽车产业，而且是很重要的汽车产业，比如说丰田啊，或者是德国的现代汽车啊，说他们要谈 FTA， 好，赶快谈，然后就先进入到谈判的状况。那未来你要涨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的谈嘛。但是呢，美国现在不打算跟中国谈，那中国也不打算跟你谈的状况之下，德国不管是德国还是法国，他们的一些汽车会不会遭到池鱼之殃，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其实就已经是很大的危机。但是日本它除了中国之外，它其实也在东协组装的汽车量啊，它其实每一年啊也有高达300万辆，也占了东协的总产量的80%。所以日本它也是尽量想要去怎么挣扎一下，但是能不能挣扎成功，这个也还是要看他们内部的问题，因为主要的问题不是只有在汽车，还有在其他的工业生产方面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电动车啊，现在要大金压进日本啊，其实啊，这个是比较难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日本也想是说，你进来了，那我们的车子怎么去跟你竞争呢？因为丰田汽车它的油电混合车是很好，但是呢，你要到全电车，那当然现在目前占优势还是中国，因为上次老师看到一个评比的报道，同样的 SUV， 在过去中国可能你是100万，那现在纯电的 SUV， 它可能卖到人民币可能就30万，甚至20多万的金额。那同样的状况之下，你在日本里面，
如果它是纯电的，它又是 SUV 的，然后呢，它又只卖这个价格，那么日本丰田或是其他的，或是那些其他的汽车啊，或者日产他们这些汽车在生产的时候，即使在日本国内生产，他们还是面对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说这是为什么美国来说你生产过剩，不是人家当然是要卷嘛，我卷完国内，我卷国外，大家一起卷看看。因为每一个人优势不一样，你所得到的结果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现在它的所有的一些各方向的一些策略啊，其实让世界各国啊，尤其是怎么样，尤其是欧美地区啊，它很难去应接，很难应接原因不是在于说他们没有能力应接，而是在政治上面啊，他们很难去应接，因为政治的态度啊，会决定那些领导人他们的选票。老师讲个简单来讲好了，法国要强大，必须要靠谁？哦，你这样说也说。但说这个法国后面可能又到一个女性的勒鹏，她去取代马克宏。但是实际上来讲，你让法国要强盛，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雄狮马克宏，他其实是可以把法国建立的很好的，但是他每一次都必须跟选举去低头，他必须跟他们的一些制度去低头，导致可以发展很好的法国，他就必须要去统合各派的意见，然后去走妥协的状态。这个状态就让法国雄狮马克宏，他这么有能力的人。他却没有办法好好去发挥，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而难道美国没有其他人才吗？我相信美国他的政治界人才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他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呢？就很简单，因为选票他们没有办法让他们的真正精英可以真正去发挥，就变成谁有钱谁去主导这个政治，谁去主导这个国策。那 J 民族的人就是已经渗透进去了，对不对？包含连钞票都是 J 民族去运的，包含他们的外交部，他不是外交部长，外交部长不是国务卿啊，当然也是。还有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民主出身的。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个在德国以前过去发生的问题，会不会在美国上出现？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一个美国人他都懂得是民族和谐，或是懂得去跟资本低头。在某一些的州，他们的民风剽悍，他们排外的心态是很强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去讲的事情。这个我们等一下去谈一件事情。而回到中国状况之下，那个习近平他也见了一个鲁拉，他去谈那个金砖里面要去统合我们的一个金砖的一个银行结算机制，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是说，中国要去美元化，那来去避免被他的一个政治贸易跟经济去被美元所窥见你的一个脉动。所以是说，现在啊，这个金砖结算的机制啊，开始跟巴西之间也开始去建立起来。那未来金砖国家的结算机制啊，相信在这几年之间就会出现。一旦出现了，那并不是只有本币交易的问题，而是呢，它会建立起一个复杂的结算机制，任何人都可以透过这个金砖结算机制啊，在金砖系统里面呢、他们做一个快速的交易，而且基本上他们的汇率一定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在金砖国家里面呢，大部分的国家都不希望他们彼此之间的汇率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浮动。那其中最大的变数是谁？不是其他国家，里面最大的变数其实就是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跟中美贸易战之间，还有就是说中国持有这么多的美债，它也持有这么多的美元，基本上你也很难不受到美国的影响。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其实，在金砖结算系统里面呢，最大的变数不是别人，就是中国。而中国它要去建立起这样的信任，它就必须要尽快的解决它外部的纷争，包含了台海跟南海的问题。这对于别人，对于中国你自己的国力跟执行力，还有对你国家的信任感，其实这个是还蛮关键的东西。因为你连一个小小台湾你都解决不了，你一个南海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在你身上去赋予重任，去给你很大的信任去执行的时候，那么你的拳头是不是不够大？当你没有足够大的拳头去平定你自己的内乱，跟平定你自己的外患的时候，那么我们凭什么去相信你？这个其实是还蛮现实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美国这个状态，它的一个靠它的人是慢慢的有点越来越远离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你的一个军事实力还是世界很强大，但是你经不起损失，而且你的内乱的问题你也没办法去解决，所以大家对你的信任当然会糟糕。所以很多的评论家还是认为美国的经济很强劲，这个强劲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强劲啊，实在是还蛮多怎么了，蛮多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里面呢。所以，尽管货币机制一旦结算出来呀、包含了那个美国的媒体也是认为是说，在这个问题呀、是值得让美国去忧虑的。为什么？因为这会影响了全世界经济重洗牌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很大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我们尽量把它跳过，我们尽量去把它去跳过，不然讲不完了哈。所以同样电动车啊，当然美国也是给中国进了一个关税壁垒，但是
在对民间来讲啊，76%的美国年轻人呢，还是认为中国的电动车啊，其实他们也是很感兴趣的，很感兴趣归很感兴趣啊，但是呢，也是会担心是说，第一个你的家电不方便啊，因为你充电站在美国就那几座，是不是？你可能在家里是独栋的，你可能可以去做；如果你做的是公寓的，你可能就不方便充电，那就蛮麻烦了，对不对？加拿大更不用讲，你车都会不见了，那还讲什么呢？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反击了美国的制裁，中国它还是会尽量，还是在于什么呢？还是在于是说我为了避免你制裁，那么我还是要自立自强。所以说中国还是砸了史上最多的预算，创建了大基金三期，去全力先去扶持半导体，因为科技的反制永远是优先的，因为科技后面带就是一连串的工业，因为你晶片做得好，你后面的高科技工业。还有精致工业，还包含了后面所带出来的一些低端的晶片产业，所能够去影响全世界的东西，就差很多了。简单来讲，很简单是什么呢？包含了航天产业，也包含了什么？也包含你的武器产业啊，这些东西都差很多。像这次的中国跟柬埔寨联合军演，那中国派出的是什么呢？派出的是机械狗啊，这不知道过去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中国跟柬埔寨联合军演这个新闻？这个事件啊，其实中国也是暴露出他自己的什么样一个军事的威吓，因为当别人还拿着步枪，然后在巷战要去打的时候，中国所派出的演习的单位啊，里面包含了一个机械狗，那机械狗身上背的就是步枪，对不对？你谁出来，他就蹲在那边，你出来一个我打一个，因为你拿香肠也没办法诱惑他，你拿鸡腿也没办法诱惑他，因为他只要侦测到有什么，他就打下去。而且它用狗的形状，就是它四肢着地，它可以克服各种的地形，就直接打巷战的时候，我们台湾常常说你要打巷战，没有，你要派狗来就可以歼灭我们了，对不对？派一群机械狗过来，请问你的巷战是拿谁来打？丢鸡腿给他还是丢石头给他都没用，你在背上背的是步枪，你手一伸出来，他就侦测到，直接给你打下去了。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对中国来讲，它的高科技产业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急需要去做的一个形象型的一个战争啊，一定要这场打胜，那么他在其他的一些小弟面前，他才会有什么？他才会有这个底气在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为了我们把它讲完，结果现在讲了一半，我们现在只能讲到一半了，昏倒。我们很努力的讲，老师尽量把速度讲很快，结果我们才讲到今天的一半啊，怎么办？昏倒了，好不好？好，喘口气了，喝个茶。好，没有那个就好哈。他现在在台湾也不是3班制哈，他们更直接一班12个小时，2班制哦，要命了哦，可怕，2班制比3班制更早，太可怕了，好吗？印度更多人了，印度人多蛮危险的，印度人真的进去印度啊，那个没有善果的，没有在印度中可以赚到钱的。他觉得你赚钱啊，他就可以立个法，溯及既往，然后把你抽干抹净。哎，无论是沃尔玛还是谁进去啊，不要说小米，连沃尔玛进去都是给你把皮都扒开了。那个以后有故事实际我们再讲。哦，感谢政委赞助，感谢政委赞助，好，感谢 David Wang 赞助，好，感谢你们的赞助，给老师支持，好吗？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真讲不完，我天哪，我再讲一半了，问到。好，继续哈。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美国，美国它那段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现在虽然看起来经济是很强劲的，它整个股市啊，就如果我们之前所说的5月份，它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越靠近6月，你看它就逐下来了。哎，老师也扼腕，对不对？我是贪心，希望在最好的点位进去，结果呢，一损失2000点，对不对？真的是扼腕，你知道吗？人不能贪字一支变成平，老师也是一样。哎，想说抓准一点，哎，在40650的时候，我就要进场做空。结果人家碰到40100多点，他就往下走了，一走2000点，现在38000多点，对不对？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而这个状况我们要看到的是，虽然它的经济看起来是很强劲的，股市可以创新高，但是在美国还是有很多人缴完房租之后，他得去领救济食品。为什么？因为高通膨，你为了让你自己不要变成 homeless， 让自己不要被一家变成流浪汉。而且你自己现在买房子，现在的利率也是比较高，因为它升息，所以在升息的时候买房子当然是比较不智的。未来会不会降息呢？一点它降了再说嘛，对不对？你要降到你未来要降，你说第3季会不会降？这个目前呢，世界各地的一个金融专家本来都信心满满，以为今年第2季就会降。老师去年也是认为，上半年是比较难，但是呢，谁知道下半年也没消息，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你降这个东西，其实你会让资金再泛滥出来，那么你的通膨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通膨现在还是在4点多，你说要降到未来2%，那个现在是有困难的。而这个通膨既然是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所以是说呢，导致他们的物价也是飞涨的。那飞涨之下呢，那个麦当劳也出了一个穷鬼套餐，就是$5的一个套餐。那这个事情呢，你说麦当劳有没有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去推出这个$5套餐？
那就变成被人家戏称成穷鬼套餐，就变成你去吃麦当劳好像你是穷鬼一样。这个对有些人的一个个性不是很好。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你就算不吃麦当劳，你缴完房租之后，你可能还是不够去怎么样，不够去生活，所以说就变成是说，你吃饭靠救济，租房靠补贴，那你补贴结束了就怎么样呢？你就只能全心全意的赚房租去缴。缴完房租没有钱吃饭，这个事情有大概多少呢？这个在美国自己的统计啊，不能算官方了，在他们自己的一个统计单位里面，美国有1700万的家庭是必须要靠救济来果腹，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些食物银行，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上。这个事情可能在过去啊30年前啊，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对不对？30年前的那个世界各地都在朝上美国梦，是去了美国，我人生就会翻转；去了美国，遍地是黄金；去了美国，对不对？那个我就直接翻身好几个阶级，我就可以怎么样？比我原来母国做得好。现在能不能？也是能，绝对也是能。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啊，比如说叙利亚啦，或是墨西哥啦，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一些战争的地区啊，什么阿富汗啦。甚至是印度啊，这个比较中下阶级的地方，那你现在去美国，即使打了最低廉的工，你可能过得还是比过去人好。你打了低廉的工，说的甜甜圈真好吃，但是呢，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个$1000多的地方，然后找个同村的来挤一挤，对不对？一间房间住个20个人就可以了。那这个基本上你还是可以过去啊，只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跟你母国来讲没有差太多。但实际上对本地人就是个压力了，也包含德国。也包含了美国都是这样。现在你外来的移民实在太多，不断的去涌向了这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所谓的美国梦或是欧洲梦的状况之下，导致什么呢？现在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现在德国的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过比较好的年轻人啊，他们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倡导了什么？倡导了一个纳粹主义。好，这个事情啊，在德国产生，各位有没有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但是没有，他们的确是这样，他们还甚至在 TikTok 上面或者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开始做那个过去的希特勒的手势，用香槟啊什么东西来去区分他们是本地的那个雅利安人，还有就是说你是外来的移民，因为这些外来移民啊，其实就会造成的是说很多欧洲的一些右派意识，或者是说他们一些比较极端主义的，会兴起的这些怎么样排外的一些思想。为什么？因为移民国家跟一般的国家，它的差异是很大的。你说美国它是移民国家，但是其他国家大部分不是移民国家，而当然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美国是因为它的建国时间很短，但是在欧洲这个地方啊，包含德国、法国都是一样，他们是有个数千年历史文化的。你的国民国号，或甚至是你的执政党可能会换。但是你那块大陆上面，它有蕴藏了上千年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人种、自己的习惯，但是但因为战争不断的去催化之下，造成了很多的一些难民，然后他们也希望能够去分享你们的一些你们这些近代的一些经济成果，说不断的涌过去，这就造成了现在在欧美世界里面呢，老师在这边第一次讲，但是非常担心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未来你无论你是不是在欧洲，或是美国，或是加拿大，或是澳大利亚。无论你是不是在那边出生的，你是不是在那边受教育的，你是不是说一开始就领他们护照、当他们国民的人，你都有可能在未来会爆发种族一些纠纷的时候，你可能会去陷入到这些问题里面。懂老师的意思吗？过去的种族屠杀的问题，有可能在欧美他们右派意识在崛起的时候，各位在当地的一些移民移民第2代、第3代、第4代的，你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一些摧残。像过去在那些真民族在德国里面，他们甚至都已经是德国人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在德国，养在德国，长在德国，到最后是怎么样？也死在德国。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种族上的不一样。我种族歧视是不需要理由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中国做这句话，难道中国没有做过这种？中华历史上没有这种屠杀吗？有。为什么？因为你像在那个什么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屠杀胡人。屠杀胡人，再屠杀汉人，两边互相屠杀来屠杀去。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完全是不罕见的。而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发生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能力去阻挡的。比如说在前几年，在10年前吧，越南也有反华战争、反华问题，对不对？那3天基本上那些越南总理直接开放去屠城一样，所有的台商企业都被抢了。台商明明是反华，然后反中，结果他抢的都是台湾人的公司。为什么？不为什么？他直接进去，员工直接进去，把老板给抢了，怎么样？你不给你就死定了，是不是？在过去那个是有办法去阻挡嘛？没办法。所以说，各位你在海外生活的，其实你真的是要小心一点。这个老师讲的东西是趋势，
不是未来1-2年可能会发生，但是我相信啊，在这个大概15年以内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面对到世界上又来兴起一次的这个种族的一个仇恨主义。哦，不要想说15年还早得很。15年的只是一瞬间而已，好吗？15年只是一瞬间，那可能就会开放这些问题，哦，这个要特别小心。至于在亚洲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亚洲本身就不是移民国家的居多啊，所以说呢比较少见这个问题，是真的是比较少见。像马来西亚以前也有，或是印尼以前也有这个排华人证的一个历史，在20几年前，哦，印尼跟马来西亚都有排华的事情，像那个华裔在印尼或在街上就被人家给用掉了啊，这也不会有人去救。过去这些历史血案在未来还会出现，而这次出现就不会在亚洲，而是在欧美国家。这真的是老师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忧虑的一个事情，好吗？所以在这个事情我们发现就是说，在美国现在的一个内部的问题非常的很大的问题，也包含了美国前总统川普在这一次选举的时候也发生了说他这次的封口费的问题34项指控全部罪名成立。全部罪名成立，他可不可以选总统？他还是可以选总统。他当选了可不可以就任？他还是可以就任。但是这34项的罪名这个拜登老先生觉得很开心我总算把我对手重创了，结果没有，对不对？反而34项罪名出来之后川普的那个民调往上升，然后募款呢开始暴涨，就开始有人愿意捐钱给他。为什么？因为这就变成说，你落实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什么政治仇杀，你就是要陷我们伟大的川普大总统于不义。而川普总统又说什么呢？他有很简单一件事情，怎么样？我只要当了美国总统第2次呢，我就去轰炸北京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等于说你现在的拜登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我同意乌克兰有条件的对俄罗斯本地开火，这已经可能造成3战了。然后呢，我们特朗普老先生又说，我只要当总统，我去炸北京。但问题是这2个都不是美国惹得起的国家。这很明白的是，这2个国家都不是美国可以惹得起的。但是为了选举，他必须要想这些事情。而且现任的总统，他为了他能够去选上，那么他同意乌克兰有条件可以攻击俄罗斯的一个本土，那这件事情当然会引起普丁他的一个反应。等于说怎么样呢？这就变成是说，原来我们的一个协议就是说，你不要打到我本土，那我就不动用核武。但是现在不是那现在就是你同意他就打到我的本土，那么我当然就可以使用核武。核武一打下去，受损的是谁？百姓。我们不要说哪个国家受损，百姓一定很倒霉。为什么？无论打在哪个地方，是不是小型战术性核武，受伤一定是百姓跟前线的士兵。那这些事情为什么？政治需要、政治考量、选举考量，但是这些被炸的人都不是他们的考量范围之内。我没有决定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必须承受你们的决定。所以有时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西方武器在过去一直限制说，尤其是北约提供武器都有说你这个武器不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因为谁提供给他去打俄罗斯的本土，俄罗斯就可能先对那个国家人动手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两难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普丁现在大家都在赌他是不是我即使打到你本土，你也不敢动用核武呢？因为动用核武状况之下，大家就互相毁灭。那其实会不会互相毁灭呢？按照现在核武的能力其实老师有做过一些小小的功课我对这个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对一个小小功课来讲，现在的核武跟在2战的时候的核武也不一样了。2战的核武它是属于低空爆炸，而且它是能够控制的变量并不多，因为它是因为战争的需要而要去研发出来立即使用的一个大范围毁灭武器基本上就是不想让你活了。但是呢，现在的核武很多是小当量的，而且是可控的，甚至俄罗斯它还有能力把这个核弹放在他们的核导弹上面，随时飞随时打你也没办法防御它的核导弹就是有这个能力，那你随时打你没办法防御，甚至还有极音速飞弹，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在你家里爆炸了。那但是它的范围就变成可控制，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为了选举，你却不得不去让这些事情更加的恶化。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现在包括哈尔科夫，它都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防守住，因为它是它第2大的城市。所以说呢，现在乌克兰现在败退，那普丁又下令去打纵深150公里的缓冲区缓冲区是什么呢？就建立起一个范围，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再进一步的怎么样控制我的国土的扩张。在这个地方就变成我势力范围，所以说你们早点跟我谈，我的势力就停在哪里，我就停在这边，我就不走了就是我们也不继续打下去了，我们就这样。但是如果你晚一点跟我谈，那我就多进一步
然后呢，我再建立一个缓冲区，然后再帮你建立起防线。你越晚跟我谈，那你所受到的伤害就越大。所以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就还是基于什么年底在美国大选的因素啊，拜登就觉得是说我要更激进一点啊，我更展现我自己更强硬的一面，这样呢，这个选民啊才不会认为我老翻颠啊，我就老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或者是我是失智了，我要展现我很强硬的一面，代表我是一个很强壮的、很有强势的、脑袋很清楚的老人家。我是有智慧老人家，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在未来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这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地方，也包含了什么呢？也包含了俄罗斯啊，在这两天呢、他用飞弹跟无人机啊齐发去攻击什么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后继无力，因为乌克兰自己也会制造军火，虽然制造的东西不是很精良，但是呢，它有子弹或是一些炮弹，他们自己还是可以生产。但你没有电，你怎么生产？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无论是德国或是一些其他国家，它研发高科技的时候，除了美国它自己，它有能源是不予匮乏的，因为它自己有石油，它自己买得到石油。但是其他国家，你的能源都必须透过购买，或者是说你要自己发电。但是当你不够的时候，你的研发或是你的制造的速度就会比较慢。所以为什么那个泽伦斯基现在到世界各国去一直不断要军火，因为他自己做的不够，加上你现在如果能源没有了，能源受到损伤了，说两组火力发电机受损，那这个受损到底受损到什么状况？那乌克兰他也没有交代很清楚，但是只是证明他已经有受损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的电力会供应越来越少，你夏天的供应力开始慢慢的去削减你的这个供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为了即将来到了秋冬。他要去做什么？就要让他的电力更加的匮乏，因为当你民生用电都会越来越吃紧的时候，你的工业用电就会被牺牲，因为你百姓都死光冻死了，那你有谁去帮你去盖这个军火嘛？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讲，它是越来越不利，但是对普丁来讲，它是越来越有利。所以而普丁他现在想的事情，其实老师还是说，他现在所做的任何一切都还是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虚晃。为什么？因为他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今天打下来了这些地方，我要怎么去治理？所以说，我们上周有讲到，俄罗斯他派遣的就是有经济背景的国防部长去就任。所以说，现在来讲，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普丁他的虚晃，那他的底线会不会被碰到？如果真的哪一个欧洲国家愿意是把自己被灭国的一个风险凌驾在他自己选举之上，那么之下的话，那么他就会去让乌克兰的武器可以打到俄罗斯本土，那一打。问题就会很大啊！过去你可能无人机或是用一些恐怖攻击，俄罗斯可能还能忍，但是你拿北约的武器打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啊就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也包含泽伦斯基啊，这次也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来去做一个对话，但是呢，这个和谈呢，其实俄罗斯没有出场啊，一定的嘛，因为这个东西跟大家交战嘛，肯定不可能王见王的。而这个中国大陆也没有去出席，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中国也没出席。那如果中国跟俄罗斯都没有出席，其他的国家出席，那么说实在，那也只是什么，也是一个跑龙套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这些事情，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包含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因为这些战争或者这些移民所造成的种族仇恨啊，未来包含欧洲的议会里面，它有那些极右派，就可能会变成跻身进去，变成可以影响欧洲议会的走向。因为包含反移民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因为种族仇恨的这些事情，可能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问题，我们跟各位借点时间，可不可以啊？跟各位借点时间，我们把拉法的问题最后把它讲完啊。这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借老师一点时间哈？感谢这位家的一个赞助，好，谢谢，感谢大家的赞助。有人出的有人点一下人场点个赞啊，那个有愿意赞助的，感谢各位哈。赖清德台独经济会不会使用台湾2027年发生战争？能撑到2027年，我也觉得不错了。反正老师还是坚持了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这个范围我是不会改的，对不对？有人说2024年呢，你看你都失准了，那个脑袋可能是有一些的智能障碍，因为我说的是前5年跟后5年，那你又不是中间这一年，那奇怪，有些人是奇怪，对，我直接把它封锁，那个脑袋有问题的，我们就不要太关怀他了，就让他继续下去吧，好吧？有战争才有革新，有战争。不，当然了，在印度的神话里面啊，你要破坏神你要破坏神湿婆，你后面才有毗湿奴去新生。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世界和平的，好不好？我们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好不好？
啊，跟各位借点时间哈，跟各位借点时间，但没人理我是怎样？大家都在看，然后没人理我，我好不好？来，我就把拉法问题讲完了，不然后那个标题上面讲了写了没讲完也不太好。而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在以色列他现在战场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跟埃及在拉法关口交火，一名埃及的边境的卫兵啊被打死了，就这么简单。但这个事情啊，埃及本身呢也没有发表太多的一些说法。但这个问题就变成是说，你埃及如果都被牵扯进去的时候啊，那这个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现在的一个脚步啊是变得非常的躁动，因为他已经攻入了拉法这个事情，而川普也承诺犹太的金主啊，这个是标题这种不是反犹是川普承诺这大的金主他们当选之后呢，他会镇压大学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这个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的发言。他承诺他的金主当选之后要镇压大学亲巴的抗议。请问一下，美国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灯塔？美国是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美国是不是在一个站在肥皂箱上面，你可以尽情的抒发你自己的理想？你是不是连总统都可以骂的一个国家？如果是的话，你们未来的可能的总统，他要镇压你们的民主精神。这个东西是他自己亲口讲的，不是我要不要支持川普的问题，因为我又不是美国人，我不需要支持他，他也不需要我支持。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现在把你引入山寨，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他要进行了怎么样？他们自己所谓的一些强制性的极右派，甚至把国家都卖给这样子的民族里面，这个事情以后一定会引起了美国的百姓的不满，因为他能够影响的这个特朗普老先生，他能够影响的毕竟是只有他自己的选民，并不是所有的百姓都愿意去做他的话。而且美国的选举人制度，那并不是票票等值的。当这个事情越来越把它激化的时候，那美国的英雄内战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而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非央格鲁族的白人，你就有可能受到攻击。可能黑人还好一点，因为黑人自己的实力很强大，但是其他民族的呢？而且大家共同的敌人就变成你是黄族人或者是这民族的人，那这个时候那个英雄内战一战出来的时候，你受伤的绝对不是央格鲁民族的人，那个时候就会非常严重。而这个老师的为什么之前所说的预测，就是因为现在的总统都种下这样仇恨的种子，那你只要种下仇恨的种子，你必然会开出悔恨的果实。说这样的英雄内战是令人很担心的一个事情。而以色列攻击拉法，很多国家的人民开始去上街去抗议。当然，我们在我们的油管里面能够看到的消息是很少的，很多在各国在去抗议这些支持巴勒斯坦跟抗议以色列的军队的一些视频啊，你都只能在 TikTok 上看到。所以说，对 TikTok 来讲，对这民族来讲，对美国来讲 ，TikTok 真的是万恶。为什么？因为你怎么可以让别人看到真实呢？这是不行的。这完全是不行的，不能被允许的。那他们有没有错？两边都没错。一个觉得我的媒体本来就应该由我所操控，这个没错，因为我们是不是看广告，对不对？广告也是对我们的洗脑啊，他们也没错。但是百姓也觉得没错，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真相的权利，是不是？那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而这个状况之下，在这中东局势这么乱的状况之下，埃及总统他还是去到了北京去出席了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的会议，这代表是说。美国对中东的控制力量是越来越弱，也包含了埃及，是因为现在中东局势很乱，他也必须要跟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强权来去做好一些其他的沟通，无论是你在经济上面，无论是在国际局势方面，他都需要中国的支持啊，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西瓜靠大边嘛，如果一大边靠不了，我两边一起靠，让我的一个什么，让我自己的一个压力是变小的。所以说，埃及总统塞西在5月28日就抵达北京，还可以做这些国事访问。那么他也访问了巴黎啊，这些东西很多事情都在进行的一些安排。但是以色列的战争他现在他们自己也承认是说正在拉法进行军事的行动，他们24小时就先杀了200人。那么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直接去攻击加沙的难民营，这些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令人心痛的一个事情。你今天看的好好的一个小孩子，可能明天就直接在瓦砾之中只看到他一只手。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战争，他打的是百姓，这真的是让你难以理解的一个事情。而哈马斯当然他有没有反击，他也是有反击的。所以说呢，他把以色列的一些王牌军队也去做了反击，让他们一个小部队也被歼灭掉。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老师认为这个阿富汗战争为什么不是阿富汗？那个以色列在去打这个巴勒斯坦的战争它里面出现了很多一些变数。就变数是什么呢？变数是哈马斯他到底后不后悔去掀起了这个以色列这个窗户纸把它捅破呢？其实老师认为这个是不需要他应该是不会后悔的。那甚至还蛮乐观的看到现在以色列去屠杀巴勒斯坦百姓。
为什么？因为你屠杀的越多，哈马斯去滋长的就越多。今天我们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看到你的小孩被敌人所去残杀了，请问你会觉得是说我原谅你，然后呢，你们就把我家占领走，我自己去流亡吗？不可能，仇恨的种子你只会源源不绝的像藤蔓一样不断的攀爬在人的心目中，这个是不会去结束的事情。所以说，以色列他无论如何，他在世界各地想要去影响他的舆论。但是你是没有办法去占领他们现在的一些哈马斯或是加沙走廊这些土地，因为这个事情是不能够被允许的。你只要是让他能够去，只要是美国支持你，让你去占领他家土地的时候，那么你现在乌克兰的问题就获得了解决，因为俄罗斯也说，你都同意让以色列去占领加沙走廊了，那么凭什么乌克兰我不能占领？那么当然中国道理说，那台湾本来就是我的，凭什么我不能收回台湾？是不是？那缅甸也可以出现这些问题，各个国家可以出现问题。你这个二战以后好不容易维持下来的这样子的互不侵犯的一个国界，那么就会在以色列手上就完蛋。所以以色列他会受到别人祝福，是说你可以去占领他这个什么加沙走廊的土地，甚至巴勒斯坦的土地，然后你就直接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吗？不可能，他要的是整个巴勒斯坦。为什么？因为他渗透的那个国家就是这么样简单。以色列怎么建国的？各位其实可以去网络上啊，无论百度或者 Google， 你都可以去看到。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啊，以色列不断的去狂轰猛炸，但是他炸的都是平民百姓，世界各国的百姓也会产生了愤怒。在这个状况之下，已经开始有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它的建国的国家的合法性。那么这个问题以后。终有一天，巴勒斯坦他会成为联合国的一员，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所打的土地必然不可能归以色列所有，因为这件事情绝对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逆鳞，你不能够再去升级做什么，你做屯垦、做假殖民地，大家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只要扩张土地。没有人再可以阻止俄罗斯跟中国他们想要做各自想做的事情，那么世界的平衡就被打乱。世界平衡一旦被打乱，那么迎接我们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没有人想被侵略，也没有人会放弃侵略。人的历史就是这样，没有人会觉得是说你这么好的土地在那边我不打下来，也没有人会觉得是说我土地这么好，我为什么让给你？这个事情在这个以色列战场上面，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很大的问题，而以色列现在在拉法的市中心，很多人看到以色列现在的坦克是有可能它是用遥控的，也就是无人坦克的状态，所以是说它在打起来的状况之下，它没有办法达到什么真正的占领，因为无人机、无人坦克你可以屠杀，但是你占领你必须要步兵继续占领，这个问题他再派人进去，难道哈马斯不会从地下钻出来再把它打一下吗？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现在的状态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有可能因为选举，他最后还是得去讨好选民。但是以色列他现在为了让他自己的权谋能够达成，那么他对于他们美国现在他们国内里面的一些政治经济的钳制。也是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像哈佛大学，他就直接跟学生讲，谁去反对以色列的，那么我就不发毕业证书给你。这是哈佛大学，这样子的学府，以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闻名于全世界的顶尖学府，居然会说，你只要去反对巴勒斯坦，参加这些他们所定义为反 J 的一些活动，他就不发毕业证书给你。这个事情是多么令人难以去理解的事情，这是曾经的美国吗？这个是老师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很大的一个疑虑啊。而这个美国政治学家也跟老师看法是一样，他这个认为以色列想对加沙那边地区进行种族清洗，因为他要的只有地，上面不需要有人，就跟乌克兰其他国家对乌克兰也是一样。乌克兰上面你只要打输打赢，你地都是我的，那么你底下的稀土矿也是我的，你们的税收也是我的，至于你土地上有没有人，那倒是其次。这个事情战争从来都不是美好的。为什么战争要鼓吹英雄？因为现实是惨不忍睹的。各位，你说是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尽量把它讲到这个地方，那个宗旨。感谢各位介老师的20分钟，我们尽量把它讲完，好吗？国军会不会起义？国军哪个国军？我不知道哪个国军那么多国军，每个国家都有国军我不知道讲哪个国军，好吗？好，那老师这边预告一下还是说一下
我们师资班呢已经上到财运财年了哈，那个还没有去看的各位去看。老师每个礼拜六一定会更新，但是昨天是有点忘记时间了，早上做完了，然后更新就按下去之前呢，有事我就离开座位了，晚上我才想起来我那个按键没按上去，所以说呢，这个昨天更新比较晚一点，但是我们礼拜六一定会更新。好吧，那个课程不可能落后，什么事情都可以延后，课程我绝对不会落后，这才对得起老师的跟各位跟老师学习的这些信任啊，老师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会落后，这个不会。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下周我们停止我们的那个五路财神啊补财库法会，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会有啊，请各位如果要报名的赶快报一报啊，你不然你超过了我也没办法，我一年只办那么一次，补财库只办一次，没有第二次，我也不帮私人办，就只有一次。那接下来就下礼拜三我们会更新，下礼拜三我们郑重宣告一下，下周三老师要更新的是岁次乙巳年西元2025年的流年总论解析。在这个6月，我们要针对明年，我们就要开始做预测了。那当然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去推出我们的什么12生肖的流年运势解析。这个相信大家可能都在之前也关心老师什么时候讲老师这边直接公布，下周三开始，我们就会先从流年总论解析来为大家分析明年2025年世界局势、气候还有整个变迁会是如何周三你就可以见分晓了。感谢各位继续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诶，我还没按停不好意思，我忘了停了。好，忘记按了。好，我们下周见。